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精彩继续。马上又有新人上场，是战英和赵月。先上场的这位呢，他其实是一位跨界演员，他本身自己是一个 B 站的主播，然后同时还是一位职业的棋手，但是他更愿意对自己的称呼呢叫做非典型赢家。掌声欢迎战英。我叫战英，性别女，今年30岁，之前是一名围棋职业选手，这2年在做一名围棋主播。我之前的时候感觉很多人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们这群人的存在，他们老是认为下围棋的就是年纪特别大，然后一定要到深山里去下，还一定要留着长胡子，穿着白大褂，都是很鼓励我说啊，感觉你也是比较搞笑女的一个形象。蒙娜丽莎来了，哈哈！banana， 战英，你多大了？战英，我3岁了。我觉得可以来试一试。加你！加油！1楼的朋友们肯定看得到我，2楼的朋友们看得到吗？嗨，看不到，下回买1楼的票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战英。全国呢有400多个活跃的职业选手，我排倒数第9，比上不足，比下有8个。我作为一匹下等马，我经常被教练去安排对战对方最强的棋手。教练会和我说：“你给他个下马威看看。”啊，下等马的威力呗。其实最开始啊，对战强手的时候，我是很害怕的，但输的次数多了，害怕的就是对手。因为跟我这种战绩的人下棋呢，你赢一盘不值得骄傲，输一盘会被记一辈子。我到现在都记得2021年12月27号中午12点半的那场比赛，我的对手是咱们国家的第1位女子9段，中国围棋界的传奇，我的偶像芮乃伟老师，也是那年输给我的2个人之一。大家不知道9段是什么意思呀？就大家不知道2段、9段这。那盘棋其实我早就不行了，那天换做任何一个战绩正常的棋手，可能都认输了。但是我的战绩啊，不支持我展示风度。我没有放弃，他没有想到。我俩一直鏖战了6个多小时。当时芮老师已经年近60。岁月不饶人，我也没有放过他。在最后时刻呢，芮老出现了一个失误，让我反败为胜了。那在竞技围棋的这条路上呢，我走了21年啊，但却是因为2胜16负，我这个个人历史最差战绩被大家给认识，甚至在网络上火了。但看到很多人因为我知道了围棋，我也突然释怀了。啊，被当下等马怎么了？其实我也有可能是骆驼，过了一封，我还能再来一封。谢谢大家，我是永远不会认输的下等马战英，谢谢。掌声送给战英。大家很多重点或许能听懂，但始终没有被带进这个故事里。但是我能有这样一个舞台去讲一讲，我就觉得是让我非常感激的一件事情。马上和他对阵的这位朋友一出来，大家就认识，一头蓬松的自来卷啊，壮妈啊，但是藏着的是一颗敏感而脆弱的心。对，我喜欢。掌声欢迎赵月。
怎么这么客气？大家好，我是赵越。大家认识我都是因为我去年参加了这个节目，也是因为这个节目的原因，我现在出门的话偶尔能被人认出来，但我根本接不住大家认我时说的话。有个朋友他把我认出，他围着我转圈儿，他问我你怎么跟节目上长得一模一样呀？我不太会处理这种被认出来这种情况，因为大家对我很热情，我从他们眼睛能看出来，他们想跟我合个影，但他们又不说，我也不能说，因为我第一次被认出来没忍住，直接说了，当时特别尴尬。第一次被认出我特别高兴，我说你要不要和我合影呀？那个人说现在不太方便。当时没想到能被拒绝，我说那个不好意思，对不起，你走吧，冒犯了。他可能觉得我有点尴尬，他走了2步又回来了，说不行，跟你合一个。去年节目后我就开始一个人租房住了，这是我第一次独居，不太适应，害怕。这不是普通的害怕，是想起来就害怕。有些时候我心里想，好像最近一个人住不害怕了，然后突然就开始害怕。晚上上完厕所，从厕所往卧室跑的时候，像玩神庙逃亡。严重的时候都有点恶性循环了，一上厕所就害怕，一害怕就想上厕所，整个人变得很敏感。有好几次我邻居他回来晚上他开自己家门，我以为有人在撬我家门，吓得我赶紧穿衣服。我衣服还没穿好，就听门啪一声关了。我说啊，进来了。我一看也没有人呀，我想肯定是邻居，都这样已经好几次了。有一次我实在是忍不了，我就隔着门骂他，我说你以后12点前要是不回家，你就别回家了。我发现害怕很容易传染给别人。有一次晚上我给我朋友打电话，我说兄弟，我一个人住害怕，你能来陪陪我吗？他说哥你别这样，我害怕。我说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是真害怕。他说哥我也是真害怕。我给他解释，我说我是心里害怕，主要是家里除了我没有别人。他说哥我怕的就是家里除了你没有别人。后来都给他问生气，他问你到底害怕什么，你告诉我。你说就那种贞子从电视机里爬出这种东西有什么好怕的？我本来害怕的都没有这么具体。我说挂了吧，挂了，现在感觉家里有人了。我自己还在网上搜男性独居害怕，搜出来全是独居害怕男性。我现在又害怕独居又害怕男性。前一段时间回家嘛，我在路上正走着，我突然感觉后面好像有人在跟踪我。我当时心想，大哥不会是把我当成那种有钱的老太太了吧？我得跟大家说一下，我是个男的，得把犯罪遏制在萌芽状态。因为大哥要是冲过来，我再说我是个男的，大哥说晚了。犯罪一旦开始就很难制止住了。但是你怎么证明你是一个男的呀？我想到了，我隔空投了一个篮儿。其实还有一种比较脏的方式证明自己，有些男的他会在街上肆意的上厕所，但我也没有敢，因为这个社会它很复杂，你不了解对方喜欢什么。可能会有人问，那你为什么不跑呀？因为我不善于奔跑。我要是跑100米再被抓住，我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当时很害怕，他一直把我跟到我的家里去，因为我家那个门他特别难开，他要是跟过来，我门还没有开，家对我来说就是个死胡同。主要是我一个人住，就2个人住都还好，2个人住他就跟过来，我们2人制服不了他，挨打也轻松一点。当时就想给他大哥证明我其实没有什么钱嘛，你也别过来，我就一边走一边把裤兜往外掏。我2个兜我都掏完了，他还跟着我。他不图我的钱，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那会儿是真难受，一方面觉得怎么日子刚好起来就有人要伤害我呀，就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软，就谁过来都能把我欺负一下。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就转过头骂他，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他说回家。我当时硬着头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他说他以后12点之前一定回。他说完之后，他就围着我转圈儿，他问我：“哎，你怎么跟节目上长得一模一样呀？”其实害怕没有什么的，你正视他就好。谢谢大家，我是赵月，谢谢你们。1月没有啊？赵月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赵月。怎么样？感觉？确实非常喜欢赵月，然后他很特别，跟别人不一样，他有很奇怪的角度和那些东西，但是你仔细想，他又有合理性啊。因为被损友啦，去看了个恐怖片然后嘿，我刚想说这个事儿。对，其实你本来是不会怕的，一个成年男性自己做也不会怕，长成我这样也没什么危险。恐怖片还有一个讨厌的地方。经常是当天夜里什么事儿没有，然后7、8天后你心里毫无准备的时候，夜里做一个噩梦，莫名其妙的疑神疑鬼，什么都害怕，去了厕所甚至是小跑回卧室，然后你就开始抽自己大嘴巴，怀疑为什么7天前要干这么蠢的事儿。所以我听的时候是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他总能找到这些奇怪的东西。但是今天整个作为作品的话，其实一开始就很抓人，我就心理上就会有更高的期待，但是感觉好像这个作品完成了7成、8成这样，然后就突然就没了，所以我有点遗憾。再次感谢赵月的分享，我们也请战英回到台中，2位的得票数是，很抱歉。因为战英和赵月的票数都没有大于200票，2位都要进入待定区。赵月没讲起来，没有办法。也有点对不起热裤子，哎，真有点对不起热裤子。主要是他们真挺用心，他这个都是手绘的，这个真好。你别哭啊。赵月其实前2天给我说了一个点，我觉得他很可爱。他有一次在嘟囔说我不喜欢我这篇稿子了，我觉得不行。本来挺炸的，从他说完那句话之后。后面几天那些稿特别凉，赵月一直听着我姐，你一定要夸你的稿子，他能听到，他会不开心的。然后我们全员现在都相信这个，我们就要热爱自己的表达，热爱自己的稿子。我坐在待定区的时候，脑子里就有《黑暗荣耀》里，好像是这破夕阳太美了，这个舞台太美了。马上要对战的2位，他们的名字是阿修和孙熙。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加密喜剧的孙熙。走了一条弯路，是因为我特别想当一个编剧，然后一直围着这个职业一直走弯路。好，你可以选一个你的对手。我选这个吧，同心撞地球。同心撞地球。天哪！之前我们就觉得他们俩长一模一样，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研院都没有你们像，真的。其实有一点点尴尬了，就是并不希望遇到。之前他们就逗我们俩，说我们俩站在一起就会消消乐，然后现在选到一起，感觉真的就要消消乐。因为我们身高也是一模一样，1米53。我们俱乐部的人跟我说我们2个不管谁赢啊，都是战胜了自己，带着这张脸走下去吧。好的，
我们弥补了这个双胞胎的空缺。谢谢这2位双胞胎。下面这位演员也是一位新人，仍然来自又来人才了啊！笑妈俱乐部，让我们掌声欢迎阿秀。嗨，大家好，嗨，哈哈，哎呀，大家好，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阿修，然后我是一个女演员。说实话，我之前没有想过要介绍的，是我碰到一次观众在长沙，他很热情，看到我就是长沙话，他跟我说：“喂，伢子，这是长沙话嘛？如果要准确的翻译成普通话，它应该叫嘿。”男孩，你还可以，声音也很有特色呀，像女孩。我尬住了，我说我就是女孩。他说哦，啊，一直都是吗？什么鬼？在俱乐部也是一样的。前阵子我们搞38妇女节，说的很好听哦。说我们给所有女演员都买了东西，哼，让我去搬东西。你们真的不能理解我在俱乐部是一个什么身份。我经常碰到的事情啊，是男生过来问我女生为什么这么想，女生过来问我男生为什么这么做，我夹在中间，感觉自己像个 translator。因为我一开始剪这个头发真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方便。结果老有人跟我说你头发太短了，你要是不想被认错，留长就可以了。好，我们且不说啊，头发要慢慢留长啊。其次啊，怎么会觉得留长就不像男的了？留过呀。我这个头发稍微长一点，我只会更像王建国。很少有人像他的，真相只有我一个。哎，其实没有那么像，没有那么像，但我就是喜欢讲，纯蹭。我是这么想的，别人说你像男的可以，但不能白像。想吃一点男性红利，想吃，经常这么想。我上次去理发，我一搜理发团购券，就看见男士洗剪吹19.9块，女士洗剪吹39.9块，凭什么呢？你算一下，你买2张男士也还比女士便宜1毛钱，什么意思？2Y 加0.1等于 X。求 X 该怎么办？蹭。我一开始想迂回一下，我打电话给商家，我说如果一个男的头发又长又厚，理发多少钱？他说19.9块。我说那这样，那如果一个男的戴假发多少钱？他说19.9块。我没话讲了。他说我们这边男士就是统一价格，您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图穷匕见。我说那如果一个女的，她就像男的，还能搬东西。他说不收学徒，不好意思。我有点生气了，我想硬装一把。我的计划是这样啊，走这家店，如果别人说您好美女，直接走，认出来了。得是那种一走过去，他说您好，您好，才可以。
然后进去之后啊，不说话，问我什么我不说话。结账的时候掏出2维码，因为是我最低沉的声音了，这是我的计划。然后我走到家店，他说您好，请进。我就坐下来，然后他说想做什么发型啊，美女。你早这么说，我都不会进来。但人一急啊，真不会说话。我说你怎么不早说我美啊？他沉默了，我付了原价。当时我才意识到，我还是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女性特征，脸皮薄。我的本意啊，是想两边都吃一点，结果两边都对我好差。我以前本本分分做女人的时候，本本分分，我想穿的酷一点 oversize 一点的衣服，我都在女装去搜男友风外套。后来想通了，男友风终究是晚晚泪情，直接亲。男装区没有什么潮男外套少女风，没有。我现在每天就穿男装小码，童装大码，女装越做越像童装小码，因为我的男装尺寸 S， 女装尺寸4XL， 所以我喜欢穿男装，它不卡你，什么意思？肩膀能进去，你就能进去，你就可以穿。那女装是什么？套上肩膀，告诉你人还有腰。他上半身卡腰，下半身卡胯，背对背卡胯。尤其是网购，它不仅卡，它货不对版。我每次一买回来就发现被模特照骗了，模特慵懒我紧身，模特高级我乡村，又紧又香，衣锦还乡。多妙啊！王建国写不出来，你得真吃过女装的苦。我后面退货退出经验来了，真的，朋友们，买之前啊，仔细看模特照，模特遮哪里，哪里就有问题。真的，如果一个模特照啊，它长这个样子，你们猜一下，当时哪里出了问题？脸有问题。腋下，它开线夹起来了，一打开就露馅了，你知道。那么反之啊，如果一个模特照啊，360度展示，那模特就这么站着，你们觉得哪里有问题？你有背后尺码，它一定很贵。我的问题。但我还是真的很不爽，我去问了一个做服装的朋友，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是这样的，做男装啊，追求的是舒适，是性价比高；做女装呢，追求的是曲线，是一个人2道弯。我说什么东西？一个人2道弯，美元？大家服美役，你赚美元？真的，我好生气，我爆生气！咱们真的不能管这种店家吗？我们不能评选出一个必不穿榜吗？什么偷工减料啊，货不对版啊，通通上榜。如果有那种店连续上榜几年，我直接把他店砸了。我不信这个衣服这么难做，我把店砸了，进去踩缝纫机，我给大家做衣服。讲到这儿，感谢大家，感谢。阿修的锁票倒计时。阿修说脱口秀说了有多久？
将近3年多。这个段子在线下的反应是不是也非常好？长沙观众比较给面子，在长沙还行。就是我记得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就是类似于说你要买一个东西，但是你用不同的话术去描述它，你搜索出来的价格好像是不一样的。怎么讲？比如说我要买一个瑜伽垫，但如果你搜工业店，它就非常非常之便宜。对，就你搜化妆箱和什么工业什么工具箱之类的这种，就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女性用品有很多溢价是吗？啊，粉红税。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篇，就是你不觉得他用一个女性的角度讲了我们很多女性会面临的很多困境，但是我们已经被洗脑的已经觉得习以为常了。我认为我好像付这个价格，它就是理所应当。我从来没有想过还有别的方法。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段子吗？缩减了蛮多的，缩减了。觉得结尾的时候稍微有点对，有点戛然而止啊，对，有一点点。所以我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我全程听的都特别开心，而且他这个角度是很罕见的。对，人家说你喜欢为什么不拍？其实我就感觉你们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巡演的时候或线下演的时候，一个20分钟的段子，而且打磨的非常好，然后到这个节目里来，因为不给这么长篇幅，调整成10分钟左右的时候，收尾收在一个戛然而止的地方，但是你可能自己并不感觉。我的问题？不是，是我们俩共同的问题。对，我的问题大一些。我们的羁绊是吗？这是。真的是一场非常好的演出，再次谢谢阿修。要和阿修进行1v1 PK 的是孙熙，他的自我介绍是：我走了一条弯路，很想知道有多弯。来，掌声欢迎孙熙。他也擦汗，跟毛豆似的。前两天擦汗。大家好，我叫孙熙啊，相信你们也能看出来，我也是一个男装的爱好者。自我介绍一下，我之前是学法律专业的，然后爸妈一直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律师，但我这个人呢，从小就很文艺，梦想是当编剧，为此就和爸妈争吵过好多年。后来我终于下定决心辞职，去了北京，找了一家影视公司，做了一个法务。我爸妈听完都懵了，这孩子叛逆归叛逆，还挺有分寸感的啊。我知道直接转行业其实挺难的，所以我想通过这份工作认识一些编剧大佬，然后假装在不经意间向他们泄露我的才华。计划真的挺美好的，但真的工作以后才发现啊，一个人真的很难在改合同的时候泄露编剧才华。我总不能改着合同，突然就加进去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结尾再补上一句本合同纯属虚构吧。然后这个时候经理就冲过来问我说：“你怎么不按照合同模板写？”我说：“大家早就看腻那些套路了，是时候开创一些新的类型，突破民法典对我们的束缚。”然后我就把所有的长合同全都改成短合同，写他200个逆天反转的条款，勾着大家一级一级的签合同。我还要采访一些现象级的甲方乙方，问他们合作破碎的原因。这系列就叫做再见合同。其实我无数次的想过裸辞，在家里边脱产搞创作，但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敢。原来我不是一个可以为了梦想不顾一切的人，我是一个保守的理想主义者。放在古代，我就是那种留着长长的辫子喊着改革的保皇派。我不敢与旧势力彻底的决裂，我就想在皇上这儿上班。我想维新变法，我也想带薪变法。有一本世界名著叫《月亮与六便士》，也激励不到我。
就那本书用月亮代指人间的理想，用六便士比喻物质生活。在男主人公看来，遍地都是六便士，他只看到月亮。但是在我眼里，这六便士我今天要是不捡，别人可就捡走了呀。所以我就只能安慰我自己，白天捡六便士，晚上看月亮。可是我真的工作以后才发现，我是白天捡三便士，晚上捡三便士。我捡的是99六便士。而且你知道吗？六便士在北京很容易就花完了，所以我的生活真的就很窘迫。我没有时间看月亮，但我经常能感受到月光。所以你知道这就是我的困境，就是月亮与六便士不可兼得，但月光和六便士轻松就得到了。然后我就这样一直潜伏在法务的岗位上，等待一个转编剧的机会，真的一直都等不到，我几乎都要放弃了。后来终于就迎来了转机，因为我解锁了一个新的业务，叫做写声明。有人看过明星塌房前的声明吗？就是那种关于我司艺人私生活混乱、偷税漏税的传言、军系谣言，我司保留一切追索的权利，就那个东西很多都是我们写的。如果纯看点击率的话呢，我们也算半个网红作家了。就经常会有人好奇问说，公司声明到底有没有法律强制效力啊？坦诚的说呢，基本没有。还会有人好奇问说，那公司声明都是真的吗？坦诚的说呢，这事儿就没法坦诚的说。公司声明当然是有真有假了，但是人呢，只要看过假的声明，就很难再相信真的了。就我也是这样，所以每次公司给我派活的时候，我就会反复的和艺人经纪部门确认，我说：“哥哥真的没有睡粉吗？没有。真的没有偷税漏税吗？没有。真的没有狗仔拍到证据吗？没有。应该没有吧？哎，暂时没有。”我觉得大家就是过度的关注这种台前艺人的光鲜，忽视掉他背后工作人员的辛酸。其实每一次哥哥撒谎的背后，都会有写声明的人为他付出道德上的代价。之前就有一个艺人塌房了，然后他塌房前的最后一个声明就写的漏洞百出，就是不仅有很多错别字，连标点符号都是错的。然后那个时候网上就有人说那个律师不专业，但其实不可能的，因为那种级别请的律师他不会不专业的。我想一定是那个律师他精神崩溃了，他的良心在受到折磨，他因为不想一错再错，结果一错再错。就他把那个逗号写在句号的后边，一定是想告诉大家这句话挺逗的。就因为发声明一般就都挺紧急的，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加班熬夜写声明。我发现人哦，一旦熬夜加班，就特别容易叩问工作的意义。我有一次就写声明就被催得特别急，领导催完了，艺人催，结果声明发完不到半天，我们就被实锤锤死了。然后我去看领导和那个艺人的表情，他们早知道我们会被锤死。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的愤怒，那昨天晚上那么着急是为啥呢？就那么着急和朝阳群众联系吗？我们到底有什么必须要澄清的呢？他自己干过啥自己心里没数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工作特别的没有意义。当然了，我支持所有的艺人都通过发声明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前提是维护合法权益。就是娱乐圈里可不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并不是谁发声明谁就在理，就是你发那种虚假的声明真的没有意义，你只是在摧残你的法务。而且我每次都要特别刻板的写上一句无意占用公共资源。其实我挺不喜欢这句话的，我特别想弱弱的说一句，当你的法务为你熬夜加班并且没有加班费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公共资源。所以现在出于我自己的职业原因，我只佩服2种艺人，一种就是那种以身作则、遵纪守法的艺人，另外一种艺人就是那种
塌了房以后，绝不发声明，但也绝不沉默，就自己一个人在微博上一通乱喷，怼天怼地，丑态百出，然后道歉，最后退圈的那种艺人。别人眼里他是个疯子，在我眼里他是条汉子。我最佩服这种艺人了，他才是真正的没有占用社会资源，他在丰富公共资源，他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的负担，他塌了那么纯粹，糊的那么彻底，他在娱乐圈倒下去，他在我心里站起来了。我特别想和他说，你做人不怎么样，但你对我是真的好呀。所以就是希望每一个艺人都可以自己承担自己的错误，毕竟老话说得好嘛，一人做事一人担。当然，我也必须要坦诚地说，虽然我在这里吐槽了挺狠的，但其实公司给我派声明的活儿，我都干得挺认真的。你们也知道嘛，我做人虽然叛逆，但很有分寸感。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因为声明写的实在是太好了，就得到了我公司大领导在公司群里的通报表扬。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成功了。一个人就是可以在做法务的同时泄露自己的编剧才华。然后经过各种努力，我真的得到了一个转去编剧部的机会。就在等这个转岗手续的时候，我们公司精心筹备的电影就上映了。那个电影项目我一直想参加，但他们不让。上映以后，豆瓣评分2.9，网上都骂惨了，甚至有一个特别高赞的评论说应该枪毙那个编剧。你知道，当我看完这句话之后，我这么多年的委屈和不甘通通释怀了，滤镜都碎了。然后我就找到领导，我说要不我还是回去做法务吧。网上虽然没有人夸我，但也没有人要杀我呀。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是爱走弯路的孙熙。来，各位，抓紧最后的时间，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孙熙。孙熙，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其实我去年还在找法务的工作，然后后来有一个神奇的俱乐部融到了一笔钱，然后他的老板说你要不过来跟我搞脱口秀吧，然后我就又跟他搞脱口秀了。所以孙熙，你加起来说脱口秀有多长时间？就是完全加起来大概是1年多一点点吧。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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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厉害厉害！他写稿的那个中间，比如说同样一个词哈，然后再重复一遍，意味深长，完全又是另外一个意思。这是我觉得，哎，这回是第一次听见这种方式，是吧？这么出梗的，其实特别棒。他有很多的愤怒，但是呢，他是通过脱口秀的方式，然后我就感觉他是一个小飞刀，就这样砸向我们。但是我听的是非常开心，然后我觉得它里面的内容其实也是挺犀利的，我挺喜欢。谢谢老师们。从文艺创作角度，有内心纠结的东西更容易出东西。对啊，那我特别纠结啊。对对对，所以我们一直听的是你的那个为了生存找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实际上你事先也分辨不了他们要你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经历这个，但是跟这个叫什么生存和道德这个困境吧。对。因为你讲的好，我们是很快乐的，但同时也挺难过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作品什么都有了，就是特殊的角度，然后大家不太熟悉的那个行业内幕，以及那种内涵什么都有，所以非常非常优秀，很好。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本身说自个儿走弯路，就是恰恰是这些弯路才让你后边有了这些是吧？可以写的这些素材。对。我老板也是这么鼓励我的，他说你看看你四处奔波，然后一件事都没成，然后你现在再跑去干别的也不行，但是你这些经历都帮助你喜剧创作。对，他说我已经被喜剧包围了，他当时这句话挺感动我的。就是怎么都是一段时光，是吧？我本来其实对我段子还略有信心，但是我又意识到，其实他可能很纠结，好像没有给到大家力量。然后我刚才在听小齐老师讲这个学历高的人多纠结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被点到了。然后我也觉得以后应该像他这样，就是敢想敢干当皇帝啊！多好，我们这舞台多好！脱口秀演员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都会互相激励，这是多好的舞台！来，再次把阿修请到台中。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上4位给出的票数，30对40。在全场观众投票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阿修和孙熙的票数。孙熙226票，成功的进入到晋级区。阿修206票，需要在待定区稍作等待。把掌声送给2位。我说啥来着？一点事儿没有吗？没有我说啥来着？谢谢。我说啥来着？谢谢大家的支持。各位屏幕前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孙熙。声明，本段内容是根据本人亲身经历及社会新闻进行的艺术创作，已经对相关人事物进行了化名处理和艺术加工，一切以搞笑为目的，希望大家不要对号入座。表演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看法，不代表节目和平台立场，也请不要上升到行业的存亡。如果同行们觉得我实在是太过于多嘴，那请同行们多支持我的脱口秀演出，助力我早日离开法务行业。另外呢，恳请相关方在制作我第一赛段的表演卡段时，连带本声明一起剪辑，毕竟我是真的很想多占用一点公共资源。声明人孙熙，2025年5月，谢谢大家。这个真是啊，这回才觉得当艺人了呢哈，果然只有发声明才像艺人啊。马上要来1v1对战的2位，大家都熟悉，季业和 Echo。先上场的这位大家很熟，还是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来了。那个男人本来年纪轻轻的，但是这一年有巨大的变化。大家都说他身上有很浓重的爹味儿。掌声欢迎季业。哇，季业都会跳上 funky 了，疯了！好多人啊，还有 LOFT。大家好，我是季业。今天这么多人，我太想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的变化了。我马上要当爸爸了。是合法的，不会占用公共资源，反而会给社会提供人力资源。刚刚鼓掌的朋友可以散场的时候随个份子。线上的你们也别闲着，随个赞，给孩子的。我老婆的预产期是7月份，跟咱们节目一样，都在暑期档。别人上节目是为了获得唯粉、真爱粉，我只要奶粉。孩子一出生，家里摆满了奶粉。我跟孩子说，我是挥霍吧，新二代。周围的朋友不太理解，经常会有人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生孩子？给我问心虚了，我说不让嘛。政策变了啊，现在改计划绝育了啊。但我都知道，现在大家确实都选择不生孩子，所以就有一种当叛徒的感觉。我说别人会不会在背后蛐蛐我？他怎么当爸爸了？亏他还是脱口秀演员呢，不离婚就算了，他还要生孩子。咱们在台上抱怨东亚父母，他可倒好，他背地里组建原生家庭。选择生孩子的原因很简单，我们都很喜欢孩子。我老婆说，现在正是生孩子的淡季，咱们错峰生孩子。我们去年开始备孕，网上都说怀孕挺难的，我老婆说咱们就用对待考研的态度来对待备孕。我说咱也没考过研呢，就咱这个学习这个比喻吉利吗？她说你严肃点，我们这么努力就是为了研究生。我说好的，张雪峰老师，备孕要做很多准备，跟你们说一下，她需要做生育力的检测，长时间的锻炼，还要吃叶酸。我们定了很周密的计划，计划刚执行1周，我老婆怀孕了，她很兴奋，她说不用准备了，
咱们保研了。offer 来的太快了，说到就到，怀的不会是曹操吧？哎，医院这是来电话说生育率的结果测出来了，我说我们也测出来了。医生说你们可以准备了，我说已经结束了。我老婆建议我把健身卡退了，她说能省一点是一点。我想也对，都上岸了，谁还去辅导班啊？我就跟教练说，我有家要养，就先不做有氧了。教练说那给你换成举重，我说也不用了，肩上的担子已经很重了。哎，我觉得孩子未来最需要的是一个富裕的家庭，而不是一个双开门的父亲。孩子说爸爸我想吃奶粉，我说爸爸只有蛋白粉。怀孕的过程很顺利，但是我们开始备孕的时候不敢让家里人知道，因为在我们家只要你有想生的念头，整个家族就开始折磨你。我表哥表嫂之前说想生孩子，后来家里就没让他们吃过正经东西。早起先来一杯中美式，也叫中药，也可以叫生椰生育拿铁。天天喝中药，真的别说生了，他们都不想活了。他爸妈还老往家里送那个送子观音，卧室摆得跟庙一样。哎，我去他家都害怕。我说表哥，怎么你也喜欢泡泡玛特呀？什么鬼？所以为了防止被催生，我们一直在 cos 丁克。对外我们就统一口径，我们不生孩子，我们讨厌 kid。开玩笑，开玩笑，喜欢孩子，喜欢 kid， 而且我想当个好爸爸。我问我的哥们儿，我说怎么能当好爸爸？他说咱们比赛俯卧撑，谁赢了谁就是爸爸。没有参考，离我最近的参考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父亲没有缺席，但是缺心眼。我8个月的时候，我爸要喂我吃刀削面。不愧是山西父亲，能在奶粉和辅食之间选择主食。我当时一直在吐，我爸以为我晕碳。得亏我妈发现的及时，不然我挺不过1997呀。学爸爸不靠谱，但我得到了很多妈妈的帮助。我周围有很多当妈妈的朋友，知道我有孩子，给我分享了很多的攻略，送了很多的母婴用品，太热情了。我说这不是我的孩子吗？所以怎么当爸爸，我觉得学身边的每一位妈妈就可以。现在距离孩子出生还有2个月，很期待，很期待，我会对着我老婆的肚子给孩子讲段子。哎，我老婆嘎嘎乐，孩子一点反应没有。我说这是冷场了。我说这个梗都不笑吗？哎，真是人心隔肚皮呀。我们甚至还会幻想孩子的模样。我说眼睛像你，酒窝像我。说到学习成绩的时候，沉默了。最后我们觉得快乐最重要。因为看过去年节目都知道，我俩高考都是200多分，孩子肯定是没有那种超越父辈的压力。这是我们留给孩子的非物质没文化遗产。以后在家只有鼓励式教育，我俩就是大张伟，孩子干什么我都说练。他学大张伟学的像唱民族歌曲的那种人。哎，专家建议胎教听什么巴赫、贝多芬，就听阳光、彩虹、小白马。什么那个，咱孩子是这个。考上中专也是这个。哎，真的，我不在乎今年谁是脱口秀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一定是脱口秀最小的朋友。这就是我即将当爸爸的感受。到现在我可能还是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好爸爸，但是听了这么多脱口秀演员分享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童年，我觉得至少我知道怎么不做一个坏爸爸。最近我们也在看有关家庭的科教片《家有儿女》。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可能都一样，但我真心的希望这一代孩子的童年会不一样。而且确实我站在台上跟你们分享当家长的喜悦还是蛮心虚的，因为真正此时此刻真正在承受生育压力和痛苦的是我老婆。她孕吐的时候我也很难受，但能做的很少，我只能边拍她的后背边逗她开心。
我说你是不是看我想吐呀？我真是个令人作呕的父亲。宝贝儿，以后你就叫我欧巴。很多时候只能干着急。我说我能做什么？我媳妇儿着急了，能做什么？你赶紧上节目挣奶粉，让新二代挥霍呀！好，谢谢大家，我是谢，这么的开心，谢谢大家，谢谢。左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基业。是不是大老师你的那个段落出现的很突然？我随份子呀，我马上随份子了，马上随份子了。随个灯，随个灯，把我孩子未来的星途照亮。得嘞，衷心祝愿啊！谢谢要生了，然后那个整个生产过程非常的顺利，然后孩子一拿出来一边说厉害，太棒了啊，太棒！哎，名字想好了吗？名字其实那个我们脱口演员蔡姐帮我们想了一个名字叫好想，往好想，往好想，就是所有事情都往好了想。然后也祝愿我们所有朋友的段子也好想好想。我没有想到我还出镜了。我觉得挺好的，而且这个名字它无关性别，它都可以用，就这个名字还挺喜欢的。哦，没有想过叫什么往哪儿跑吗？嗨，是真的。我现在心理上是准备好了。但是精神上暂时还没有准备好，因为那个精神上那个准备是需要你见到孩子，你抱到孩子，你跟他有体温的接触，才能有那种准备。本来对这个孩子没有什么具象化的认识，但你看衣服，你就觉得哦，原来他这么大。刚刚我们检查完了，医生说什么？说长得太大了。这个发现。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太大的话可能不好生，不好顺产，不好生产。但是孩子确实是个大个儿，大个儿。会比吕博伟大吗？那比如说现在会给孩子有一些胎教吗？胎教会啊，听音乐。欢迎来到每晚的音乐胎教时间。噜啦噜啦啦，勇敢向前进，前进有奖品。没看过钢琴千万次，全飞的真假。他胎动了啊！那个胎动贼奇妙，就是胎动就是这样，就是他会这样，挺奇妙的。他拿脚蹬那个肚子，然后就在这儿旁边一下子，然后家里的猫也是，家里的猫就会感觉到孩子怀孕。我家有2只猫，一只猫在这边，一只猫在这边。就感觉他俩就来看他了，就2只手在这，然后就给你呼呼，然后压的，然后就手这样慢慢的压的，还挺好玩的。脱口秀也听，但是脱口秀我说你就别听我的了，我这块出梗技巧有点单一，我们就学一些这种顶端脱口秀，呼兰的、袅袅的都听一听。怎么样？他现在动了吗？动了。是不是只有听袅袅的时候他才会胎动？是的。他还挺懂行的，学吧你就。我觉得他未来喜剧，这孩子喜剧不会差的。我媳妇在家看《雀刀门传奇》《乡村爱情》《马大帅》，我说这你看完，我跟你说，生下来就会4、6、8句。以后等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0季，差不多我孩子18岁，我就可以我俩1 v 1一下子，我挺期待的。他干啥都可以啊。据说你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很犹豫，你犹豫什么呀？你担心什么呢？就是我当时看这个段子在说让他好笑还是不好笑，因为你知道好笑的背后是你的老婆在承担这一切，所以就害怕。但是我还是想讲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说真的是挺重要，而且是我自己生命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经历。所以你在收尾的时候用那种方式来收的尾吗？对的，即使它中间有一番是往下掉的，但我觉得还是要讲一讲，刚刚在你问他那个问题之前，其实我本来还想说，我觉得基业这个表达非常好，就他没有只说我身为一个男性我要当爸爸了，我很开心。他最后意识到，就是这一切是由我的太太承担，我还觉得很感动。谢谢鲁豫老师，我还要很感谢鲁豫老师，就是他在孕期一直在听言中花树，谢谢。很多期在让他变得更坚强，包括去年的好东西也是我们一块看了3、4遍，会坚定我们更要当父母的决心，以及我们想要好好的当父母。谢谢鲁豫老师，谢谢。
我是觉得季烨其实基本上好像已经把他的这个成长轨迹留在了脱口秀的舞台上，是不是这样的？是。他的这个从上中学开始，对，然后工作当中的乌龙的事儿，到现在当爸爸。段子本身它有很多的梗，很密，听得非常开心之外，我觉得本身这个事情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美好的感受，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恭喜季烨。谢谢朱晨老师，恭喜谢谢。感谢季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稍微休息一下，马上要上场的这名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去年在这个舞台上，他跟大家分享了二姐出走的故事，让更多的二姐被看到。今年他的家庭故事仍然在继续上演，掌声有请 Echo。哎，朋友们，晚上好，嗨！今天不聊这么沉重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年的变化。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去年是因为在节目上吐槽了原生家庭，讲了我父母重男轻女、打孩子，然后搞得我二姐最后离家出走的这个段子啊。很多人都很担心我的二姐，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她现在真的很好。谢谢各位的关心，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关心我，我感觉你们都会把我当好闺蜜一样啊，天天在我的评论区劝分啊，这样的父母你留着过年啊。对不起，确实留着过年了，没有办法，孝顺啊，只有0次和无数次。我知道去年那个节目播出之后，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吐槽父母，很多人都在夸我勇敢，但其实我今天想澄清一下，我一点都不勇敢，真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敢给我父母买腾讯会员，真的。看不到完整版哈，只能看短视频，但大家知道短视频都是要剪辑的啊。本来我是幽默骂父母，把幽默全给我剪掉了。其实说实话，害怕伤害父母，但我又害怕完全伤不到。我问过我妈说，哎，老家的人不会有人说闲话吧？我妈还有点生气说，当然了。我说那你怎么回复的？我妈非常淡定的回复我说，我能怎么回复？我就跟她说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子女不懂感恩就是社会现象，完全没想到，真的。我不想勇敢，我真的不想勇敢，因为勇敢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现在为了维持我的人设，我是一点都不敢对父母好，真的。太难了。就之前请我父母吃饭嘛，就本来请他们吃海鲜大餐，但上了第一个菜之后，我就赶紧拍照发微博，我说请原生家庭吃饭，一个菜就够了。真的，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藏得很好了，结果下面还是有网友在那留言说什么玩意儿，这样的父母也配吃饭？1个月给他们1000，断绝关系。我知道这是我的铁粉对我的真心祝福。当然了，在这么大的平台吐槽父母，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网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曾经收到过一条私信，言辞激烈：3个女儿1个儿子，你这样的人以前是要被送走的啊！父母给你养大，不懂感恩，你就是一个白眼狼。给我吓死了，赶紧截图发给我妈，问这是不是舅舅。不仅不勇敢，还有点愧疚，害怕老家的人对我爸妈指指点点，我就时不时给我妈发红包，我称之为对冲。100你别生气了啊，1000我承认我做的有点过，1万不能给1万，因为有的父母是真的不懂感恩。但是我想多了，我真想多了。我觉得老家的人根本不在乎什么打不打孩子，他们就觉得我有出息啊。现在老家都有流言传开了，说只要孩子打得很，另一个就上电视。哎，但是是有一些变化的。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温暖的事情，就是其实我妈妈是给我道歉了的。对，她在微信上跟我说对不起啊，我也应该反思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妈非常认真的跟我道歉，我不太适应，因为我无法接受父母正儿八经的道歉，我希望随意一点啊。比如吃饭的时候，我妈说，哎，旁边那个菜是不是你喜欢的？是啊，那这边这个我私密马塞。快，突然说是为什么？但是我妈道歉这件事情呢，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我突然意识到，我妈是上一辈的妇女，她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我不想把所有的错都怪在她身上。然后我就跟她回复说：“哎呀，我可以理解，母女一场嘛，磕磕绊绊就很正常。”但是我突然想到我二姐，我又改了一下，我说：“哎呀，母女一场嘛，打打杀杀很正常。”我还带我妈去看的电影啊，《出走的决心》，讲的也是他们这一辈妇女觉醒的故事啊。看完之后，我妈真的很感慨，她说感觉这辈子一直在为别人活，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我心想，哦，觉醒了。我就问她说，那你现在想干嘛？我妈非常坚定地看着我说，我要割眼袋。妈妈人生是旷野，你跑啊，你做什么提拉？算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觉醒吧。我觉得她开始取悦自己啊，我要准备取钱了。我妈变了，她现在喜欢在网上看我的各种演出评价，但是年轻人的话她已经有点听不清楚了。有一次她拿着手机问我说：“哎，这个人他为什么要说 Echo 妈妈爱你？”我知道她肯定误会了，然后我赶紧跟她解释，我说：“哎呀妈，她不是你这种妈。”这是假妈。我妈有点疑惑说：“假妈要干什么？”哦，假妈应该就是无条件的信任你啊，支持你啊，尊重你啊。我妈说那确实很假。然后我妈又问说：“那这个姐姐杀我呢？”我说那是真的，二姐你小心一点。对。有变化，我妈变了，她开始夸我。我感觉我还是不太适应。有一次，他发了我几张演出的照片，跟我说：“我发现你最近变得漂亮又自信。”母亲的认可，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不知道怎么回应，给我吓得差点一边假笑一边跟他说：“亲爱的，你也很瘦哎。”女儿跟妈妈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就我们3个姐妹其实经常吵架，但都不会真的伤害到我对方。尤其是我二姐啊，每次跟她吵架的时候，她都非常淡定说：“哎呀，我无所谓，你随便骂吧，我无所谓。”但只要我说出那句：“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跟妈一模一样？有没有发现你跟妈一模一样？”我二姐当场：“老子现在就杀了你。”成为妈妈是我们的噩梦。没有任何人想要跟妈妈一模一样，尤其是我是跟我妈最不像的。我上211，我 City Walk in 上海，我最不像，我不可能跟我妈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有一天我打开了手机里面的变老特效 ，You know what? Just like my mom。我怎么可能跟我妈一模一样呢？不行，我要做出一点改变。我赶紧掏出手机，给我妈发了一个红包，说：“快去把眼袋割了吧。”母女一场，我们都和过去的自己做个切割吧。谢谢大家，我是可，谢谢。谢谢 Echo 的表演 ，Echo 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 Echo。谢谢各位。我们都是最后一刻拍的。我喜欢的是他很云淡风轻地讲一件事情的复杂性。我记得大概是2年前吧，2、3年前，当时媒体有一个口号叫要保卫复杂性，我特别认同。就是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把一个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比如说情感就特别复杂，亲情、爱情、友情，它不是简单的好与不好。在好与不好中间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拉扯过程，是无比痛苦的很多的煎熬的日子。这是我特别喜欢他以那样的方式，以最轻的方式在讲一个特别沉重的话题，所以我们敢笑，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是不敢笑的。所以我特别喜欢 Echo 的那种风格。对，因为其实我去年也想了一下，我觉得二姐离家出走跟家里完全断开，跟我这种跟原生家庭还有一些拉扯的，其实我们的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追求幸福。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可能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状态，想要把这种拧巴矛盾把它写出来。其实 Echo 和春春是有渊源的，因为去年 Echo 专门说了二姐出走的时候带的是春春的专辑嘛。对，我二姐14岁离家出走的时候，我悄悄我跟我大姐去家里给她收拾衣服，然后还特意强调就是带了她的运动鞋、衣服，还有一张你的专辑《皇后与梦想》。对，然后她带走了。我看了你的那篇微博，耶！对，其实当时我就很多朋友发给我，然后也有一些网友给我留言，建议我说你要不要回复鼓励什么的。
但我后来觉得，因为他那个二姐的那个事儿，其实对我震动是非常大的。从我内心来说，我觉得我只是去给他留一个类似加油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会不会太简单了？所以我其实更想说，我如果有机会，我能跟 Echo， 我觉得面对面，我们来说这个事儿。所以其实这也是我来这一届脱口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谢谢。去年 Echo 在现场演的时候，我记得我应该是没有来的，但回去看视频的时候，是触动比较大的一个选手和他的故事。之后我在社交媒体上也都关注了他，然后我也很希望看到他后续的发展和那些东西，希望像我希望的那样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单纯从脱口秀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跟鲁豫老师的感觉不太一样，是说我每次听你的脱口秀的时候，我觉得你的人生态度很好，你的作品里也有很多非常好的视角，但我更多的是难过，而不是毫无心理负担的笑，这个是我一直困惑的一个事情，所以有可能这是高度主观的一个事儿，所以我单纯从作品的角度就是没有拍，但是我真的特别希望你未来一切都好。我想回应一下罗永浩老师那个问题啊，就是你的纠结我能够理解，但是可能我自己的喜剧创作对我来说，我特别喜欢去面对真相吧，因为我觉得真相它并不是开心的，不是快乐的，只是说可能目前年纪比较小，我今年才30岁，各位非常的年轻哦，没有梗吗这里？我很希望去直视人性中间的灰色地带，那些纠结矛盾，所以我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可以创作吧，谢谢。好，再次把掌声送给 Echo。有请季业回到台上。我特别想问一下二位啊，就是你们各自的那个自我介绍是什么呀 ？Echo 你的是什么？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季业，爹味渐浓。你俩是谁选的谁？我选的他，因为我打的就是爹味儿。从我这来的啊。但我俩都不知道对方是这个标签。我们都想玩幽默。然后最后被幽默住了，对，因为看到是对方的时候，就我俩已经碎了，就是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我们要打咱们总决赛再打嘛，就是这是幽默，这是幽默，就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二位的得票是，最后的呈现，我觉得还可以啊，但肯定不是最好的状态。我觉得不是特别流畅，但是题材是我非常想讲的，然后能处理成这样，我觉得又是一次新的进步，所以，哎呀，对自己好一点吧，80分。季业256票，恭喜进入到晋级区。Echo 要在待定区稍作等候。我觉得这个还蛮奇妙的，我觉得就是 For Family 我还蛮喜欢，因为这个如果你晋级了或者我晋级了，我们都是拿原生家庭托举对方的另一个原生家庭晋级的。For Family， 我下来我觉得我挺感动，就是我看到一对夫妻对一个家庭的向往，然后想要孕育一个小生命，然后慢慢的把家庭组建起来，我觉得挺感动的。就是在现在可能大部分会觉得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非常期待，我也非常希望他和他的一家3口吧，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开心幸福。最后一组是3人对战，但是规则不变，能够晋级的也只有1个人。3人对战的组成是李梦洁、虎牙、荒岛人气王。首先上场的这位，今年第2次来了，他就是身上就透着那个气质，就是怪怪的可爱啊，怪可爱的，对生活有着怪怪的观察。掌声有请李梦洁。大家好，我叫李梦洁啊。我在现实生活中呢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
但我的吵架能力极其的弱，我从来没有吵赢过任何人。我的朋友非常不理解，他说：“你为什么老跟别人吵架？你又吵不赢，你是不是就喜欢被骂呀？变态！”我上次吵架是因为插队的事情。之前我在上海一家饭店吃饭，排队点单，大家都在排队。这会儿就有个女生想插我的队，她也不跟我说，她慢慢的朝我走过来，拿她脚伸进我那个缝，拿胯部一转，她像倒车入库一样，倒进了我那个队伍，表演了一个科目2，压线了，压了我的道德底线，上来就是逆风局。我说姑娘，你插队了。她说我没插队。不要在餐厅大吼大叫啊！告诉你，我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不容易的。她讲完这句话，我就知道不可能再翻盘了。但人群中总会有闪亮的人见义勇为。之前排在我前面有个大哥50来岁，大哥说：“你就插队了，前后都在排队，这里是上海，你在我们上海你要文明点。”我很讨厌插队的人，但我也很讨厌总觉得自己很有腔调的上海人。你听听他那话讲的，什么叫在你们上海要文明一点？我们农村也不可以插队啊！我的大脑很混乱，我不知道该讨厌谁了。我像那个地铁判官一样，大哥越吵越生气，还想寻求我的帮助。小伙子，让他喷你后面去，不想看见他。我说没有必要，人姑娘在上海打拼不容易，你们不要在餐厅大吼大叫了。我去后面静一静。我唯一一次吵成平手是我跟一个代驾吵架。有天深夜凌晨，我想出去吃点东西，我骑着我的电动车，我骑得很慢，因为空气很好。我骑着骑着，突然从我身边过了一个代驾小哥，他歘就过去了。他不是单纯的过去，他给我留了一句非常刺耳的脏话。我要给你们模仿呈现一下。放心，帮你们净化过了。他说：“我哒哒哒。”主谓宾结构。他有后半句呢，他怎么骑那么慢？我当时立刻就停下来了，我真的很委屈，因那个我哒哒哒听的也太清楚了，我没有办法当做听不见，他像巴掌一样扇在我的脸上。你怎么骑那么慢？是风带给我的。我还在反思我自己，我想我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骂我？你是因为看出来我没车不需要代驾吗？你骂的也太狠了吧！但我想了10几秒钟，我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我追他去了。我追上之后，我看着他，我说：“我哒哒哒。”他很惊讶，他像失忆了一样，显得我很没有素质。我觉得他惊讶的不是我骂他，惊讶是我竟然追得上他。我可是接单最快的代驾，他怎么可能追得上我？我当然追得上你了，我的电动车是顶配版。我骂完他之后，他也反应过来，他也开始我哒哒哒，我俩就开始一人一句，匀速往前骑，跟2条狗一样，没有任何杀伤力。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就讲那4个字，没有一个人换台词，就怕对方接不住，很有分寸感，感觉那4个字是我们的安全词。当时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灯也很黑。你感觉不是在骂对方，在给对方壮胆，在陪伴对方，感觉我在护送他接代驾，我像一个骑士，护送一个骑士，太快乐了。
搭着搭着搭笑了。搭得我心里暖暖的。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两个异乡人在上海找到了自己骑行搭子，真希望可以一直跟他搭下去，搭到天荒地老，搭到城市的边缘，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我知道，哪怕他真的骂我，就算真的一直骂下去，这场仗我也输不了，我不可能输，因为我在跟他骂的过程当中，听见他那边手机传您的订单即将超时，他还要当代驾呢。他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不容易。我听到这个提示音之后，我就知道，属于我们的 moment 要结束了。我们就在一个黑了的岔路口分开了。分开那一刻，我感觉我脑子里的 BGM 都响起来了，就那首When I See You Again， 路上所有的司机跟着我一起太难听了，太难听。我有点舍不得他了，我想下个路口见。但我不敢去追他，我害怕追上之后我们的对话会变得非常奇怪。我追上之后我说：“喂，去哪里呀？去接代驾呀？不当代驾行不行？不行，要赚钱啊，要赚到钱包饱。我把这个事情当作玩笑一样分享给我很多好朋友听。我说，哎，如果你们最近过得很抑郁的话，你也可以尝试深夜走到街头，找到自己的搭子，非常快乐。只有一个朋友当真了，他很生气，他说：“李梦洁，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是这种人。我认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是不可以在公共场合讲那种脏话的，为你们感到羞耻。”我说：“你帽子可太大了，如果你是我，你开车被代驾小哥别了车，他还骂你，你怎么办？”他说：“我不怎么办，他就是一个代驾呀。”我说：“你听，只有你们这种王八蛋是真的歧视别人。我骂他是因为我在乎他。”怎么还有理了呢？就是为什么呀？这有什么理呀？我总算想明白为什么总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因为我真的把每个人当人看，我们都是平等的。如果世界以痛吻我，我一定报之以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谢谢大家，李梦洁。太好了！李梦洁的锁票倒计时，掌声送给李梦洁。谢谢。梦洁身上有一种怪怪的可爱，她的这个点又是大家完全没有想到的。对，我以为 BGM 会是那个王心凌那个哒哒哒，快乐快乐不哒哒哒，然后是那首歌。然后后来你开始唱这个 BGM 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要唱歌啊？然后那个，我真提神，这晚上听这个啊。不好意思。春春什么时候拍的灯？你看到了吧？他拍灯了之后，我就没有准备再唱那个瞄准转动。我虽然是那个点拍的灯，但是实际上我之前就想拍了，所以就是刚好卡在那个点儿上。因为我是觉得他讲他跟那个骑手两个人交锋的这个过程，其实我本来觉得很怪异、很诡异，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写出来的。其实他也是一个稍微
和谐环境下发生的事情。因为晚上真的很黑，好像这个晚上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你可以遇到一个打工的跟你一样，下班结束之后，突然你俩就很开心，因为一件事情，好像我说的很奇怪，不好意思，算了，不说，不是这个有点太奇怪了。最后那个拔那块让我觉得你还有理了，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可爱，他把这个处理方式非常之巧妙，懂的都懂，然后还能一直说下去。你就觉得这事儿还就挺有意思。然后就是你说的还挺有理。哎，对，到后边还俩人还建立友谊了啊，还搭上了啊，一搭搭二大爷三搭搭四大爷就开始了。很放松。你们俩确实对着一搭搭二搭搭了很久吗？是，真的是大概好长一段路。太喜欢了啊，太喜欢了。我跟你说一下啊，我为什么听的时候不但听得特别开心，然后还有点想哭，是因为就是我20年前出道的时候，就是在网上我很不适应，就是说我正常表达一个事情，然后来一群暴徒骂我。哦，他骂我2句，我就骂他4句6句之类的，就一直这么弄。然后等到后来有了社交网络以后，有了个几百万粉丝以后呢，他们就在那儿说你为什么要跟这样人一般见识？这样执行了很多年以后呢，就留下了很臭的名声。我那时候我真实的想法跟你说的一模一样，我就觉得我跟他平等的，所以我才骂他。我希望你知道你什么是对的，但是在未来的道路上选择对你最安全最有利的来做，但是你和我都知道什么是对的就好。好，谢谢罗老师。来，梦洁休息一下。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说我怎么能收获大家那么多热烈的掌声？有几个演员，他们好像觉得，哎，李梦洁你好像终于讲出来了，你终于好像一个人物立住了，你终于怎么样？好像他们很开心，大家怎么这么好呀？看李梦洁的演出的时候，给我看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能在他这个段子里看到一种童真吧，就特别他说1打打2打打，就是你能体会到一种怪人，是怪人吗？他这篇其实也是讲他内心小世界以及他的独特的小李的这种看待世界的世界观的，然后不奢求观众一下子喜欢我，我希望你们慢慢的喜欢我，慢慢的进入我的世界。我觉得小李这个魄力，我觉得非常的佩服，我觉得他就是最好的李梦洁。如果世界以痛吻我，我一定报之以1打打2打打3打打。谢谢大家，李梦洁。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是一位来自广东梅州的客家女生，让我们欢迎虎牙。虎牙，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大家好，我是虎牙，今年34岁，来自广东梅州客家地区。可能有很多朋友不太了解我们那，稍微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我们那有2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考公务员，一个是传宗接代，你们可以理解为小山东吧。但是在我们那很讲究男女分工的，男的负责考公，女的负责传宗。如果你是个女的，你又执意要考公，那你就晚2年再传宗。所以这2年我奶奶催我生小孩已经催疯了，她甚至开始跟我讲，她说我不管你结不结婚，你至少先给我把孩子生了。就怎么跟她讲呢？朋友们，我奶奶呀，在女性意识这一块啊，又先进啊又落后。真的，我一直不懂，我说生孩子这个事情这么痛，为什么还那么多人愿意生呢？对吧？比如说我闺蜜，她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我去看她，她躺在病床上，特别虚弱又特别坚定的跟我讲说：“虎牙，千万别生了，真的生不如死了。”再过了小半年，我再去看她，她抱着小孩跟我讲说：“哦，还好还好，也就是缝伤口的时候没打麻药，有点疼。”前2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准备要2胎了，因为担心大宝会孤单呢。朋友们，这是什么？这是典型的创伤性后遗症啊！就是人呐，他在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之后，他是会失忆的，真的，不然我想不到别的原因了。他
她总不能是鬼上身吧？特别是我奶奶，距离她上一次生小孩已经40年了，她遗忘的太彻底了。她天天跟我讲说：“你还不抓点紧？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你爸已经在外面打工赚钱了。”我心想，这有什么的，对吧？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我爸也还在外面打工赚钱呢。我肯定不能这么说嘛。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奶奶，我不敢生啊，生孩子太痛了。他说痛你就少生点嘛，生3个就好了。我说奶奶，你说对少有什么误解啊？他说3个还不少。我生了6个啊！我说奶奶你真牛啊！他一个人就把3胎政策实行了2遍了。他最近更严重了，他已经不仅仅是遗忘了，他开始捏造了。他跟我讲，他说生孩子好简单，打个喷嚏就出来了。他说那你爸就是我亲自接生的。我说啊。他说他怀我爸那会儿家里条件不是很好，他每天都要干农活。有一天他上山砍柴，走到一半肚子痛，他找了个茅草屋就自己解决了。我说奶奶，你这个牛吹的有点过了，我就当你是真的，我就当你真的可以自己分娩出来啊。那脐带呢？你用牙咬啊！我说完之后，奶奶超生气的，她说你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啊，从来不认真听我讲话。我刚刚说什么啊？我上山砍柴呀。但我奶奶还是挺会想办法的。她前2天给我打电话，她说好消息，现在已经有无痛分娩了。我赶紧上网查了一下，所谓的无痛分娩，它不是说整个生育过程没有任何痛苦，它是说在你自然分娩的时候，在你子宫口张开到3指左右的时候，在脊椎这打麻药，然后让疼痛达到可以忍受的地步。朋友们，你们认真听一下这句话，让疼痛达到可以忍受的地步，这就不叫无痛，对吧？你不可能说，喂，大哥，我最近发明了一个无痛大逼斗，你要不要试一下？大哥说无痛的，我没试过哦。然后我一扒过去，你说哎痛哎，我说对呀，但是你可以忍受啊，对吧？然后我前2天跟我脱口秀圈的闺蜜吐槽了这个事，我说好烦呐，生孩子好痛啊，怎么办呢？然后我闺蜜就跟我讲，她说那你不生不就好了吗？我说啊，还可以不生的吗？就是我还在那考虑痛不痛，她已经在那里考虑生不生了。就是朋友们，我发现我好像有点跟不上时代了，你知道吧？就是我还在那讨价还价。我说如果不能让我上主桌的话，我能不能做孩子那桌啊？我吃很少的。我姐妹站起来就把桌子掀了，一边掀一边说我没得吃，你们也没得吃，就剩我一个人站在那拿着碗说啊没得吃啦。他看我一脸迷茫，他就特别认真的跟我讲，他说虎牙，你清醒一点呐，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我说啊，可是我一直以为我是辆火车啊。就不仅仅是我和我身边那些人都是火车，我们的人生是有明确的站点的，就是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前2站我都 OK， 但是后面那2站我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开的特别慢。我身边那些火车哗啦啦就开过去了，有的车上载满了小孩，有的开着开着换了个轨道，回来又载满了小孩，对吧？所以当他跟我讲，他说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的时候，我真的会懵，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朋友们没关系啊，说可能我一时半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至少我知道了，我不是辆火车，我是虎牙。谢谢大家。来，虎牙的锁票倒计时，来，掌声送给虎牙。虎牙的语言包括它的节奏有一种音乐的韵律，听多了还挺上头的。是啊。然后我喜欢他描述的非常的鲜活，是有生活的。我更喜欢他后半段。我之所以没有拍灯，有这样一个原因：你前半段的主人公是你的奶奶，她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角色，代表了那一代的女性，可能没有那么先进的选择。她在这个
整个的叙事当中，它不应该作为我们的反面，它应该作为我们的过去。但我其实特别喜欢你后面关于什么旷野火车，然后轨道，尤其是他开出别的轨道，再回来又是一车小孩，这些是我喜欢的，这些是更有力的，是更能够直指那些让我们感受到这种不仅是生理还有心理疼痛的那些原因。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很多的这个力量从奶奶那儿拽过来，往那边走。这个内容的平衡比例，我觉得再打磨一下会更好。掌声送给虎牙。我可以稍微回答一下鲁豫老师的问题吗？当然可以。对，因为我很爱我奶奶，我没有把她当反面来对待。然后她讲的这些话，是因为她作为一个那个时代的女性，她所理解的幸福和人生，就是应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也很希望按照他们的想法去过的人生，但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如果我要向他证明，我说其实走另一条路也可以很幸福，那我就要比他认为的世俗的成功还要再成功。所以为什么我会拿我奶奶作为例子，是因为我很希望让他看到，其实我有能力可以过得好，可能现在不是很好，但我会有能力过得更好。但是那个事情可能在5分钟的脱口秀里面讲不清楚，可能我以后会写成专场，然后去讲清楚。就是这是第一步。谢谢鲁豫老师，谢谢，谢谢虎牙，谢谢虎牙。来，和梦洁一起稍微休息。我很希望把我们这种就是女性对女性之间。一批人，我姑姑代表一批人，然后我也代表了一批人，一代又一代。我希望我成为更进步的他们。让我们掌声有请荒岛人气王。荒岛。大家好，我们是荒岛人气王。我是乔毅，我是陈晓峰啊，谢谢大家。去年呢，确实啊，有一直在演出，一直在创作啊，但是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编剧的工作，还是写了很多剧本，而且有个小小的突破，写了一个国际大片《007》。哦，那个很帅啊，是吧？哎，我也很喜欢，是吧？哎，你这样，你这个剧本能不能找我来演呢？哎，巧了。我刚好带了剧本啊，现在可以让你演一下，我们看看感觉怎么样，好不好？可以啊，可以啊。好，开始啊。晚上12点，连续工作了7天的詹姆斯·邦德回到家里，继续做起了 PPT。你说的是哪种007啊？邦德，知名英国特工，干的都是那种很危险的工作。对呀，这种强度的工作不危险吗？随时会猝死耶。那你没有什么秘密任务之类的吗？马上来，007的上司 M 女士紧急的找到他。007，我们情报局的机密被大反派盗取了，你的任务是潜入敌方，把机密取回来。没问题。我给你准备了一些装备，这是副眼镜，遇到危险就把眼镜掰折，它就会变成眼镜蛇。No， 我好烂啊，这个梗。007嘛，都会有一些英式幽默。
英式幽默用中文谐音梗。反正现在准备好东西了啊，我们收到线报，大反派正在举办酒会，于是007假装宾客潜入了酒会，你优雅地走到吧台，跟酒保说：“来一个大绿棒子。”喝啤酒啊？邦德在这种场合一般点的都是 Martini。对，你走到吧台点了一杯 Martini， 然后来了一个小旋风。Martini 我怎么炫？你看还是得大绿棒子吧？咱就非得小旋风吗？当然，这时候酒保看着你也来了个小旋风。你就是007吧？我是你的接头人。小旋风是接头暗号啊！你只要去个东北的饭馆，你都不知道该跟谁接头吧？到酒保台去了啊！我一直潜伏在这里，我已经打听到了情报局的机密就在地下1层。好，让我们现在就去地下1层。007找到了一个电梯，接下来就是经典的解谜桥段了。来吧，负1层、B1层和 LG 1层，哪一层才是地下1层？呼叫支援！呼叫支援！需要什么支援？需要秦始皇过来统一一下。这个大反派已经失去行动能力了，趁着这个机会，007突出重围，从窗口跳了下去。我们是不是在地下1层？007突出重围，从窗口跳了上去。是上下的问题吗？我从地下室跳上去，我什么玩意儿？土地公啊我！行吧，改成2楼吧啊！007从2楼跳下去，一路狂奔到他的车旁边，开始叫代驾。叫代驾干什么呀？你刚刚喝酒了呀？马天尼小旋风，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说的非常对。最后007因为遵纪守法被不法分子抓了起来。哈，这个大反派用电棍对007进行严刑逼供。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我这个电可是交流电，只要被电了，都会特别想交流。没猜错的话，这应该也属于英式幽默吧？好，谢谢。掌声送给荒岛人气王。我来替大家说两句，在看你们演出的过程当中，大佬说的话啊。大佬刚才突然拉着我，悄悄地说：“哎，这1年的过程，他们俩是老了吗？”我说：“此话怎讲？”说他们的这个漫才开始变得特别讲理，对吧？一上来这个007就开始说上班的这种困境，到后边酒驾。就是非常的希望007能够250，但是007一直非常讲理这件事儿，让我就没有到那个嗨点上啊。就是要很诚恳的跟大老师说一声对不起了啊，有点辜负大老师的期待了，有点辜负大老师的期待。我们出场的时候，大老师还站起来，很开心。就是这一次的表演确实没有达到他的预期，首先就很对不起。好的，我们把热烈的掌声再次送给荒岛人气王。同时，我们也要把虎牙和梦洁请到台上。这是我们全期节目唯一一次1v1 V1。3组选手的票数情况是：李梦洁238票，顺利的进入晋级区，而虎牙和荒岛人气王要进入到待定区。掌声送给3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虎牙超棒，你还超棒，你们也超棒啦！你们来了。那么，第一赛段的轻轻交手赛的全部59组的朋友都已经表演完毕了。我们的赛制是：第一个赛段一共有42组选手进入到下一个赛段，现在剩下的晋级名额是10人。让我们看一下目前待定区的选手票数的排名情况。恭喜哈哈草
火锅、小雪、小块、瑞瑞、Echo、菜菜、张俊、二哥、阿修，恭喜10位进入到晋级区。我以为我是意难平了，我都。哇，好惊喜，看到你晋级的那一种。真的吗？我也是。因为我算了，因为我们数学不好，算错了，以为我也是算错了。反正都安慰了这半天了，这种有点失而复得的感觉。是的。同时，我们要看一下在第一赛段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的朋友们，让我们感谢鸡翅、艾斯、战英、管泽元、张慧、荒岛人气王、虎牙、小鱼、吕博伟、王子涵、Harry、赵月、周新宇、安全出口、伟大爷、大鹅、不辣。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努力，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今年就是我最后一次在节目上去表演脱口秀了。那我肯定希望它是一个还算漂亮的收尾，但是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带着遗憾离开也挺好。我们是最后一组目送着一位一位的朋友离开这个房间去比赛，没想到一离开就是永远，舍不得离开。对，对不起，让大家失望。没有好作品就不该来，这种感觉。我有可能就没准备够好。我自己非常怀疑自己的时候，其实也总归还是有一些观众他们是没有放弃我的。我觉得只是暂时没有赢而已。真的很开心，感觉做了一场很华丽、很漂亮、很不真实的美梦。广东 stand up，4个广东人，最后只有1个 up 上去。无展示段子，喜欢的观众就可以在弹幕上发无展示，对吧？我们第一次做的真的不太好，但是我不希望这个就是最后跟脱口秀的故事了。可以关注我们的播客。来线下看我们专场。我在这里认识的朋友们都特别棒，希望他们能够非常好。我觉得喜剧就是一个让大家相遇的一个过程，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这次呢，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跨界感受一下脱口秀整个台前幕后的故事，对我来说是一段特别难忘的旅程。就是我自己是没那么喜欢自己的，我必须要获得足够人的喜欢才能支撑我，所以目前脱口秀是我实现这个的唯一的方法吧。希望还能继续写出能证明自己有点价值的段子吧。下次见吧，朋友们。然后我会看书，去配副眼镜。从脱口秀大会第1季开始，我就开始在看这个节目了，然后现在终于走上这个节目了，这不是进步吗？就我感觉，就这个舞台太美。给你们4个拍一张。下次如果还有这个旅程的话，希望能跟上朋友的脚步，陪他们更多一程。一定会再来的，再来接着收获爱。我明年一定会再来，还是说广东 stand up？ 如果明年还愿意给我这个机会，那一定是要来的。只要你是真的喜欢，就不要放弃，加油！周星宇，谢谢你演完了，谢谢你完整呈现了你想表达的内容，谢谢你还继续讲脱口秀。你能时常想起这个夏天那个瞬间。明年希望还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啊、同样的腾讯平台跟大家见面。脱口秀活动的朋友们，第1赛段的轻轻交手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美团闪购神速晋级快人一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晋级名单。在
再次恭喜所有听节的朋友们，想来现场体验线下脱口秀演出的快乐吗？超多的演出等着你来。新一轮的颇有成果巡演即将开启，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且许愿想看的城市，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的身边。感谢小团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关注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看我们继续用脱口秀和生活轻轻交手。下周见。感谢各位，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各位。今天这个表演对我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挺特殊的一个表演，因为我这次来脱口秀，然后我这次也是在现场，就是想要去感受这个脱口秀的能量嘛。然后在这个舞台上，因为感受到了很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女性演员的出现，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女性的故事、女性的声音，所以呢，今天要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它的名字叫做《冬泳》。那这首歌呢，我也不只是为女演员唱的，那也是为曾经就是跃入河中的很多女性而唱的一首歌，把这个冬泳带给大家。他叫我一直往前走，不到对岸别回头，想说想停歇头。叫我盖上红盖头，不过几十年春秋，不习惯了就别无可求。说自的痛，可必须让梦一场空，我拼命呼吸，生与死我都会有到底，我终会逃离，才能还给我那些注定，注定得要另一我的命运。我是小泡，我是小雪，我叫周新宇。大家好，我是山河的妈妈，我是大国手，我是火锅，我是王大东，我是菜菜。大家好，我叫王颖，我叫孙熙啊，我是虎牙，我叫阿修。大家好，小丽、小蝶、张慧、王子涵、大鹅、秋月，我是张央。谢谢大家，我是可，谢谢。真正的淑女就是这样。说我长得猥琐，你要是不想被认错，头发留长就可以了。你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2年前得了乳腺癌，为什么是我？那为什么让我们没有痛苦他做不到？这就是我的困境，我应该反抗啊！现在的人关你啥事儿？我想要歇斯底里，随便骂吧，我无所谓。一人则人，一口则狗。全心喜好了，我是永远不会认输。我只想赢，他可以，我也可以，反正我无论做什么都是榜样。漂亮！只能是我们自己拯救自己，该往前冲一定会往前冲，勇敢的站住！我就是女生，百花齐放的女生，你肯定什么都是最好的，输了能怎么样？我也不怕输，但我知道我会赢，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只是想那条河。
我的祖籍就在呼兰，就是祖祖辈辈都长在那儿，热爱家乡。我的父亲他是国家空军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们也会管战斗机叫战鹰。我会觉得这就是一种我和我父亲之间，甚至和他所从事的这个事业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奇妙的缘分。大国手他本来是指下围棋下的比较厉害的，起了这个名字给自己一个祝愿。我爸爸出生的时候，家里面因为太穷了养不起他，然后他就被寄养给了一户姓李的人家，然后呢拥有了一个姓李的名字，然后也拥有一个姓李的爸爸。所以我当时起这个艺名的时候呢，我就选了我爸那个姓李的名，然后加上我妈的姓，就是文。寒呢这个字就是天将明，天快要亮的意思。他会觉得秋有明月啊这种词很有诗意吧，就觉得希望我聪明有智慧，可能是希望我聪明吧。棋是我妈对我的一个期望，东北话叫出奇冒泡，独特成功，就是继承家业嘛。虽然我爸叫王家光。我出生那年是97年香港回归，然后我爷爷本来想叫我乌龟，但是我们全家人都反对。我这个就是耗子的耗，所以大家就会叫你耗子，所以从小到大几乎就是被人叫耗子叫过来的。应该是五行里缺金吧，所以给我起了这个金字旁的这个瑞。我说我可以自己取吗？他说 OK。小学1年级改，然后那时候我比较喜欢下雨天，发现是八画，然后周也是八画。我妈说我性格蛮快乐的，可以取个心啊，然后我们又找了一个八画的字儿。我本名是小溪水的溪，我高中时候自己给自己起的。那个时候我渴望像水一样自由，把这个溪水的溪改成嘻哈溪，是因为如果是用嘻哈的溪的话，就会轻松幽默一些。就是高中的时候想着给自己起一个网名，就叫小四爷，这个名字挺好玩的，有一种可爱的霸气。我的真的名字是好难能发音出来。哎，这个是一个大秘密啊，但是吧，这个秘密我要等到我成为大明星那天再说。现在我还不是大明星，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荒岛嘛，荒岛上面也没有什么人，所以感觉待在荒岛上安全感会足一些。自封为人气王也挺开心的。不是那么想把真名让大家都知道，这样就可以在公司系统里查到我。稍微改了一个字，源字改了。讲脱口秀以后是一个新的开始吧，越来越好，越来越多，就是一个正向的。我生活确实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是赘肉，谢谢。因为我小时候有一颗虎牙，然后呢，我家里人就一直看不惯那颗牙，就非要我去矫正，说那颗牙不好嫁人。我还是很想念那颗没有被矫正过、无拘无束的那颗虎牙。我以前养了一个英国斗牛犬，它长得特别像一个立方体，所以给它起名叫小快。后来它这个突发恶疾，我没有抢救回来，所以起这个名也是为了就是纪念一下。哈利波特有一句咒语 ，Asil 有的地方读 Akil， 它的意思是飞来。我最近的一个愿望就是林纳贝尔周边 Asil。我大学的专业是意大利语，我的意大利语名字叫布拉蒂娜，然后音译过来就是这个布拉的名。毛豆就是大豆，大豆本身也是现代社会最有用的植物。鸡翅它很具体，它不像是什么西瓜、苹果，它是具体到鸡的某一个身体部位，就是它有一种小众的喜感在里面。我觉得火锅是一个特别有人间气的东西，我很喜欢它那种咕噜咕噜咕噜往外冒的。我觉得我是一口鸳鸯锅，就雌雄莫辨。当时坐在一个商场里，想着组合叫什么名字，想了半天，一抬头，哎，就个安全出口。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从小到大，我觉得这个名字对我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心理暗示，就是会胜，会赢。我其实之前有一点点不喜欢，后来讲脱口秀之后，我觉得哇有梗了，哇好名字。就是我上开放麦第一个段子就是我名字的段子。我觉得他跟我的脱口秀风格有一点像，就是梦是做梦的梦，杰是杰出的杰。我的段子更多的是我的一些胡思乱想，如果我把它讲得很好的话，它可以用杰字，所以我喜欢这个。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给自己取的。那个时候我爱上了看三毛的书，他的名字就叫 Echo。耐心的等待，认真的耕耘，我觉得你会听到回声。拜拜拜拜
哎，小七，你就是那种农人。啥叫农人？就是那种性格特别的强烈，情绪特别的外放。要不是我就是一个蛋。反正我是农，但我肯定不是咱们节目最农的。那谁是啊？当然是茄黄了。每桶茄黄有约1整颗阳光番茄，酸甜鲜美。要说农，还是茄黄的汤底浓。那我吃茄黄也会变农人吗？变不变农不知道，反正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哎，兄弟，我想邀请你来喝我家孩子的满月酒。哎呦，恭喜啊！但是我最近刚被书生伤到了，我想静一静。你不想来看看孩子吗？看照片就行。你不想来跟大家聚一聚吗？打视频就行。哎，真可惜。我还特意准备了大家都喜欢的国民白酒老村长，真正纯粮酒，好喝不上头。看来只能自己喝喽。Let's go, my bro！ 带上我们的 Uncle 啦，让生活更开心。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快乐不止一点点的下一代购物方式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黄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守护宝宝闪耀成长的 A2 紫药 HMO 婴幼儿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就要吃乐事，分享美味，快乐加倍。感谢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我们这个赛段叫做矛与盾之战。本赛段42组选手，30个晋级名额。如果票数大于等于290票，将直接晋级。票数最低的12位将在本轮结束之后告别这个舞台。站吧，我觉得跟一个强的比，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节目嘛，就是强的打强的，还挺好看。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黄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守护宝宝闪耀成长的 A2 紫药 HMO 婴幼儿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阳光。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新浪新闻、腾讯新闻、腾讯娱乐、立地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谁都拦不住我，都我自己玩。给我一个木马，我就开始旋转；给我一个主角，我就开始撒欢；给我一顿臭马屁头有概念。哎，我反弹，哎，我反弹。天生就是自来嗨，原因留给别人猜。管他该来不该来，心不菜就不该打不败。颜色，我偏不看，给包鲜艳。